这是越南恐怖片的经典之作，也是近年来最有特色的民族。相传越南某个村庄流传着一种古老邪术，只要能驾驭这股力量，就能复活死者，掌管地狱大军，从而获得无尽的财富，永生不死。它就是世上至阴至毒的骷髅酒。想要炼成此酒，必须集齐5个人的器官，他们分别是巧匠的手、善跑者的脚、勇者的肝、智者的头，以及一颗奸邪极恶之心，最后再用少女的鲜血进行献祭。而这6名被杀害的人将永远无法投胎转世。2024越南最新恐怖片《尸鬼》是惊悚来袭。电影开始，一个老女人在床上不停抽搐，仿佛被邪灵附身一样痛苦不堪。临死前让阿康把一本书交给小凤，告诉他有个恶鬼想要逼他酿酒。阿康被整得一脸懵逼，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刚要开口询问，女人突然暴毙而亡。当父女俩赶到时，阿康早已带着古书离开了现场。就在这时，兰姨也遭到邪灵诅咒，手背和脸上布满像莲蓬一样的血管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最可怕的血汗病。下一秒，女人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饮恨西北。镜头一转，来到15年后，一群强盗的余孽逃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。表面上看似一片祥和，殊不知竟是一个充满诅咒的地狱村。除了村长一家，任何人无法离开村子。相传树林中藏着可怕的噬魂萤火虫，它们不仅吞噬恶鬼，还会以活人为食。而且每当夜幕降临，吃人的鬼兵就会出现。但尽管如此，他们还会选择在晚上举行仪式，因为他们相信黑夜能更好的隐瞒祖孽。而今晚就是女主小凤和陈桑的大喜之日。不料在他们接亲的途中，小凤突然看到一个红衣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，但转眼间又突然消失不见。陈桑以为她看花了眼，并没在意。帮小凤戴上面具后继续赶路。按照当地习俗，婚礼不仅要在晚上举行，新郎新娘还要戴上老鼠面具。因为小凤是村长的女儿，全村人都来参加了2人的婚礼。村长教导2人以后要对大家尽职尽责，不要做违背良心有损家族声誉的事。说完，给每人送上一串用植物种子做的手串，表示可以起到驱魔镇邪之效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小凤再次看到那个红衣女。丹叔认为是魂鬼在背后作祟，因为小凤从小就能看见鬼，这事肯定不简单。村民以为他喝多了又在那胡言乱语，怀疑是外来者闯进了村子。为了一探究竟，陈桑决定带人去村口查看，可结果并没发现异样。另一边，原本生病的阿康听到有外来者闯入，匆匆来到婚礼现场，生怕小凤发生意外。他就是电影开始的小男孩，从小一直暗恋着小凤，没想到结果却被陈桑乘虚而入。陈桑知道2人的关系，怀疑是阿康在背后捣鬼，急忙拉着小凤回家入洞房。激情过后，2人很快进入梦乡。深夜，小凤突然被一阵怪声吵醒，透过窗户惊恐地发现冥界摆渡女正在外面招魂。可陈桑起身后却什么也没发现，以为他刚才劳累过度产生的幻觉。不料第2天一早，村里就发生一起离奇命案，死状极其惨烈，被人吊起来后活生生砍断双手。从不整齐的切口来看，凶手并不善于用刀。诡异的是，旁边还摆着一个断手的人偶。死者名叫阿阳，是村里唯一的工匠，所有面具和人偶都是他精心雕刻。就在这时，疯疯癫癫的丹叔再次出现，表示这就是传说中的古老邪术，恶鬼很快就会把你们全部杀光。看来这些人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晚上回到家后，小凤发现后背莫名出现2道抓痕，以为是那晚不小心划伤的，并没在意，反而对阿阳的死感到遗憾。本以为他们的婚礼能给村子带来吉兆，没想到却发生一起命案，怀疑阿阳的死和那名红衣女人有关。可陈桑现在根本顾不上这些，只想和他享受2人世界。第2天，小凤和阿康在村子偶遇，顺便聊起阿阳的事。不料刚走到半路，却被陈桑撞见，怀疑阿康对小凤图谋不轨，警告他以后离自己的老婆远点。无端的误会让小凤很是生气。阿桑表示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，为了2人的感情，希望他们离开这里。小凤被整得一脸懵逼，村里刚死了人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？这天晚上，一个小女孩在山里迷了路，眼神中充满恐惧，不停地喊着救命。下一秒，一个黑影突然出现，二话不说，一把掐住小女孩的脖子。与此同时，小凤再次梦到冥界摆渡人，好像见到阿香出现在自己家门口。然而就当她准备下床查看时，却发现脚上沾满泥巴，仿佛自己曾经走出过家门一样。就在她一脸疑惑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原来阿香真的离奇失踪，他们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任何踪迹。好在经过1天1夜的寻找，终于在田地发现阿香的尸体，死状比阿阳还要悲惨，被凶手挖去双眼，砍断双脚，身边也放着一个断脚的人偶。很明显，2起命案都是同一个凶手。这时验尸官突然想起那个关于骷髅酒的古老传说，据说那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巫术，恶鬼能控制活人来实现他们的目的，只要炼成骷髅酒就能重返人间，从而获得无尽的财富，永生不死。想要炼成此酒，必须集齐5个人的器官，但这些只是听闻，具体操作他也不清楚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凶手就在他们其中。短短几天发生2起命案，闹得村民人心惶惶，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。第2天，大壮带着众人闯进村长家，希望带他们一起离开。
不料村长却说离开就意味着死亡，无论如何也不准踏出村子半步。此时人们内心的恐惧已经到达极致，认为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即使树林中有恶鬼，他们也要拼一下。既然村长能下山，说明他们也没事。说罢，一群人大张旗鼓地向山下走去，殊不知他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晚上，小凤的继母表示，村里一大半人都下山了，害怕之前的恐怖场景再次重现。小凤好奇地询问父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15年前，小凤突然得了一场怪病，高烧不断，命在旦夕。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，夫妻俩同时梦到一个红衣女人为他们指出了下山的路。醒来后，他们决定下山试试，没想到真的走出了村子。小凤经过救治后很快好了起来。谁知这天红衣女人再次出现，叮嘱村长只有他们家族的人才能下山，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不料他的母亲却违背承诺，决定带陈桑的母亲下山。结果两人还没离开就突发血汗病，当场饮恨西北。这时小凤突然意识到，父亲梦到的红衣女人和他在婚礼上见到的是同一个人，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恶鬼？不料父亲却说，红衣女人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如果没有她，你根本活不到现在。这时小凤一眼看出父亲的心思，认为他在红衣女人的帮助下才当上村长，不想向众人坦白，是害怕失去眼前的一切。父亲警告他千万不要将这件事说出去，如果真的在村里传开了，人们还以为他拥有操控恶魔的能力，所有命案都是他在背后捣鬼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擅自离开的村民也遭遇诡异之事，刚走到半路就听到树林里传来恶魔的咆哮，下一秒浑身抽搐起来，流出大量鲜血。众人被吓坏了，急忙往村里跑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紧接着树林里飞出大量噬魂萤火虫，向他们发起进攻，不一会儿所有人全部暴毙而亡，即使跑回村子也难逃一死。这时小凤惊恐地发现，他们脸上都出现密密麻麻的血孔，死状和父亲提到的血寒症一模一样。虽然血后的大壮侥幸活了下来，但也变成一副没有灵魂的躯体。村民的死让陈桑想起母亲当年死亡的惨状，没想到15年过去了，恐怖的场景再次重现，同时对这些无辜的村民感到惋惜。他们坚持离开，只是单纯的想寻求自由。所有人都受够了与世隔绝的生活，现在死亡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只要不死在地狱村就行。另一边，谭婶失去小女儿后，整天变得疯疯癫癫，不由自主地向河里走去。好在紧急时刻，大女儿小敏及时赶到，表示可以带她到村长家拿回阿香的人偶。这时母亲突然念起人偶之诗，在咒语的作用下，正在梳头的小凤竟然从镜子里看到恐怖的一幕，就连河里的小孩也摆出诡异的造型。一转头，母亲突然消失不见，然而下一秒，镜头一转，陈桑半夜回到家，胳膊上出现诡异的伤痕。原来他白天偷偷尾随下山的岳父，企图跟他一起走出村子，结果走到半路就跟丢了。小凤听后很是生气，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森林里藏着可怕的恶魔，一不小心就会丧命。为了让他彻底死心，打算把红衣女鬼的事告诉他。然而就当他准备开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叫喊声。原来小敏突然离奇失踪，谭叔被急坏了，召集全村人一起寻找。小凤得知后突然晕倒在地，陈桑只好把她带回房间休息。深夜，小凤仿佛听到红衣女人的呼唤，起身后鬼使神差地向屋外走去，仿佛被邪灵附身一样，眼球完全变成了黑色。另一边，村民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小敏的身影，而且内心逐渐产生恐惧，生怕被是魂鬼所命。牛婶见状怒斥他们就是一群窝囊废，如果害怕就赶紧回家，他可以独自上山寻找。本想用这些狠话激发他们的潜力，不料众人一听头也不回地往家跑。第二天，疯疯癫癫的谭姨在河边寻找时，无意在河边发现一具女尸，捞上来一看，此人正是昨晚独自上山的牛婶。阿康检查后发现他的肝脏已被掏空，但这并不是他的致命伤，死前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，然后溺水身亡，而且旁边也放着一个人偶。可地狱村唯一会做人偶的阿阳已经死了。为了查出真相，村长决定把所有人偶全部收集起来，看看是人偶变成了鬼，还是有人在背后作怪。晚上，小凤彻夜难眠，再次听到邪灵的呼唤，她好奇的循声查看，不料竟在树林中看到恐怖的一幕，发现红衣女人正蹲在地上啃食木偶上的灵魂。我操！小凤被吓尿了，转身就跑。回家后向丈夫说出一个惊天秘密，原来她从一出生体内就流着纯阴之血，所以能看见那些不干净的东西。其实传说中的冥界摆渡船都是真实存在的，之前亲眼看到母亲的灵魂被带到阴界，还有那些在树林惨死的人都上了那艘船。奇怪的是，他始终没见到阿阳、阿香还有牛婶的灵魂。刚才他看到红衣女人正在啃食木偶，怀疑他们的灵魂就被困在里面，因此他敢肯定有人在背后偷偷修炼邪术。可陈桑听后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，认为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，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 Anh nhất định sẽ rời khỏi cái làng này. Em và thầy làm được thì anh cũng làm được.
无奈这下小凤只好找阿康帮忙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无意间听到谭婶又在唱那首人偶之歌。这时小凤惊奇地发现，歌词里描述的画面正是3位死者的惨状。这时阿康终于恍然大悟，发现他们丢失的器官正是炼制骷髅酒所用的材料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凶手还需要2个器官，那就是智者的头和恶人的心，集齐5个器官后就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身体，最后再用少女的鲜血进行祭祀，到时候恶鬼就能起死回生。这时小凤猜测失踪的阿敏就是被献祭的少女，如果在第5个人被杀之前找到她，小敏就能获救。为了保证村民的安全，小凤立马把这件事告诉村长父亲，让他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出门。不料父亲早就被陈桑洗脑，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巫术，反而指责他和阿康鬼混在一起。晚上小凤一脸绝望地坐在镜子前，下一秒突然抽搐起来，仿佛被邪灵附身一样，在地上痛苦挣扎，然后不受控制地爬到床上，摆出诡异的造型。与此同时，阿康的父亲也遭到恶鬼袭击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死死掐住，最后被铡刀斩断了脑袋。第二天，阿康看到屋内的惨状，悲痛不已。没想到下一个受害者竟然是自己的父亲。看到地上的人偶后，阿康彻底暴怒，抬着父亲的尸体来到村长家，质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既然木偶都被锁了起来，为什么又突然出现在父亲身边？无论如何，他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否则就让你全家人陪葬。这时人们开始怀疑，为什么只有他们家的人能离开村子？说不定村长一直在外面和恶鬼勾结。听到离开村子，陈桑立马精神起来，表示昨晚小凤像中邪一样把自己打晕。当他醒来后，发现床下放着一件带血的蓑衣，怀疑这些命案都是他们家精心策划的阴谋。村民一听，瞬间暴怒，完全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把村长一家3口全部绑了起来，决定将他们烧死，为死去的亲人报仇。紧急时刻，风叔及时赶到，准备把小凤带走。不料在他松绑时，大壮突然出现，风叔一个乌鸦坐飞机和对方扭打在一起。这时阿康再次出现，把小凤成功带走。随后两人找到陈桑，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他罪恶的鬼脸，表示他们一家人都是被诬陷的，如果自己是凶手，怎么会把证据留在家里？陈桑才是杀死阿康爸爸的幕后真凶，因为阿康下午回到家后，在现场发现村长送给陈桑的植物手串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准备离开时，又在神灵的指引下看到了凤妈临死前交给他的古书。年幼时阿康也差点被女巫蛊惑，不料女巫刚拿到古书就被一股神秘力量击飞，因此帮阿康逃过一劫。随后阿康找到小凤，从上面得知女巫的阴谋。原来小凤的妈妈从前是一名女祭司，那年他们的强盗祖先逃到这里后杀光了所有人，最后只有一名孕妇侥幸逃离，而她就是小凤之前见到的红衣女人石夫人。为了防止女人回来报仇，凤妈做法在村口布满噬魂萤火虫，让鬼魂无法进入。不料小凤天生拥有纯阴之血，有可能会让这层保护失效。红衣女为了给死去的族人报仇，用腹中的胎儿对他们撒下恶毒诅咒，发誓一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但想要炼成骷髅酒，必须集齐5个人的灵魂。于是为了不被冥界摆渡人发现，他只好偷偷将灵魂藏在木偶里，然后等时机成熟再将他们彻底吞噬，到时候他就可以重返人间。而现在他只要得到陈桑这颗邪恶之心，就集齐了所有器官。面对村民的指责，陈桑也不再隐瞒，承认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。原来从陈桑母亲惨死的那一刻，他就对村长充满仇恨。这时醉酒的康父正好赶到，陈桑哀求他救救自己的母亲，结果康父非但不帮忙，还诅咒他们全家不得好死。这一刻，年幼的陈桑彻底黑化，发誓一定要给母亲报仇。深夜，陈桑在红衣女的蛊惑下和他达成协议，表示只要炼成骷髅酒就可以复活母亲，但他必须娶一个拥有纯阴之血的女人，让她帮自己找到酿酒的器官。本想借助小凤之手杀死这些人，坐收渔翁之利，结果发现他连最基本的杀人都办不到，无奈之下只好亲自出马。Một đôi tài khéo léo, một đôi chân nhanh nhẹn, một lá gan dũng cảm, một cái đầu thông minh。此时陈桑已经彻底疯狂，点燃柴堆后对村民们肆意虐杀。当他准备对小凤下手时，阿康急忙上前阻拦，让小凤先行撤退。不料陈桑就像附魔的野狗一样，阿康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另一边，小凤跑到树林，正好看到被绑架的小敏，但他根本来不及救人，只好先躲起来。果然不一会儿，陈桑就追了上来。小凤趁对方不注意，迅速冲出来，从背后偷袭，然后跑到小敏身边解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陈桑突然满血复活，抡起沙包大的拳头一顿猛扇。小敏被吓坏了，卷起铺盖卷迅速逃离。
让小凤独自面对一次次的重击。好在小凤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并无大碍。这时陈桑开始装逼，表示自己才是地狱村的主宰。小凤见状，偷偷捡起地上的匕首，噗呲一刀刺进他的心脏。陈桑瞬间倒地不起。临死前，小凤告诉他，这都是红衣女的阴谋，你只不过是她手中的一个傀儡，她需要的是你那肮脏的灵魂，只要吃掉5个灵魂，她就能起死回生。这时陈桑看到冥界摆渡船向他缓缓走来，终于相信小凤能看到鬼的事实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这时红衣女现出真身，一伸手将小凤击飞数米，然后扭动着身躯爬到小凤身边，决定让她代替陈桑的灵魂完成献祭。就当她准备吞噬小凤的灵魂时，突然被摆渡人的声音打断。红衣女害怕被对方发现，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小凤趁机捡起地上的火把扔进血池，火把熄灭的瞬间，无数只噬魂萤火虫蜂拥而上，很快将红衣女的灵魂啃食殆尽。随着一声惨叫，彻底灰飞烟灭。当时魂怪准备吞噬小凤的灵魂时，阿康拿着火把赶到，帮他逃过一劫。电影最后，小敏终于和家人团聚。诅咒消失后，一部分人选择离开了村子，但小凤坚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继续接受村民的审判。原来一切罪恶都是因她而起。那天年幼的小凤在村边玩耍时，不小心被红衣女蛊惑，表示只要把她带进地狱村，就可以让他们一家人平安下山。结果引发一系列惨案，间接导致陈桑被女鬼蛊惑，以复活母亲为由成为她的傀儡，让她找纯阴之血的女人结婚，帮她炼制骷髅酒。陈桑在女巫的帮助下，把小凤迷得神魂颠倒，立马和她立下约定，18岁那天一定要戴着老鼠面具娶她为妻。结果没想到她放弃了一个真正值得依靠的男人，却选择了一个华而不实的渣男。阿康实在无法接受一个怀孕3个月的女人，决定娶小敏为妻，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，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。那么请问，二婚带娃和怀孕3个月的女人，你能接受哪个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感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